他在90天内把100美元滚到了100万美元。这位100万粉丝的网红博主，他的策略名字很直白 ，set and forget， 设了就忘。网上讲他的人不少，但基本都是主观交易截图，就讲几个交易机会，样本量少得可怜。我们作为严谨的量化交易者，面对这样的暴富神话，怎么能不去复现一下？于是我把能找到的资料都翻了一遍，他本人的视频、别人的复盘，一份粉丝整理的相当完整的规则文档啊，凑齐了这套策略95%的规则啊。那么条件定下来，剩下的事情就清楚了。今天我们就照着他的交易逻辑，用代码把整套策略原样重构出来，套在10年历史数据上跑一次完整回测。所有这一切只为回答一个问题：我们能不能复刻这个3个月100万美金的暴富机会？这位网红博主名叫 Alex，130万粉丝，26岁啊，天天开着豪车啊，抽着雪茄，十分潇洒啊。有一说一，他有个优点啊，和很多博主不同啊，他讲策略时规则明白，逻辑清晰啊，这让我们量化复现变得相当容易啊。但是在具体拆解逻辑之前，我们先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。Of the entire market. So swing trading, you can have a win rate anywhere from 60 to 65%, but the risk to reward is by far the greatest. But I would always aim for the trade to have a potential of a 1 to 4 risk to reward because 60%到65%的胜率啊，同时目标盈亏比高达1:4啊。那么看到这两个数字，你想到了什么？我想到了马斯克啊，因为我觉得他首富地位不保啊。我们把这两个数字啊套入到一个最基础的蒙特卡洛模拟中啊。那么蒙特卡洛模拟就是用算法推演成千上万种这个随机的未来啊，把最好的、最平庸的、平均的、最差的全部列出来啊。它也是我们这个稳健性测试经常用到的一种技术啊。但是我们这里只是跑一个基础版啊。我们把这里的数字全部替换成完全按照这个 Alex 的数据啊。那么我们给它交易500笔啊，不多不少啊，1万的这个初始本金啊，胜率的话我们就取个中间值啊，62.5。好，我们运行一下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推演出来的结果啊，真的是非常离谱啊。那么平均情况下，你的1万本金会变成3.27亿美元啊，也就是很平庸的拿到了22亿人民币啊。如果你的运气爆棚啊，你走的是最完美的一条路径啊，那么你的资产将会达到7.56亿美元。那么即便是你倒霉透顶啊，你走的是最惨的一条路径，你也能拿到1.28亿美元啊，应该是将近8-9亿人民币啊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这两个数字真能达到啊，哪怕你用这套策略跑出最烂的成绩啊，那么10年后你也能稳坐全球第2大富豪。这时候一些理性的粉丝会说了啊，这个数字真的太扯了，怎么会有人当真啊？但是我的后台啊，总能收到各种各样的私信啊，抱着这种幻想的人真的太多啊。有时候看到这些话啊，就只有一个感觉，失语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套策略是怎么运作的啊。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建立在这个2大概念之上啊，一个是这个趋势，一个是这个关注区域 AOI 啊。那么趋势怎么判断呢？Alex 他在判断一切的指标，包括趋势啊，他几乎只看这个 K 线的实体啊，就是忽略这种上下的引线啊，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不存在啊。那么在上涨趋势中，他只追踪2个关键点啊，也就是更高的这个低点和更高的这个高点啊。那么只要价格在这个2者之间波动啊，那么趋势对于 Alex 来说就是没有任何变化啊。他认为中间所有的这个微幅的这些震荡啊，都只是噪音而已啊。那么只有当价格突破了这2个点之间的任意一个啊，那么结构才会更新啊。那么很明显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向上突破的话，那么这就是一个上升结构啊，上升趋势啊。那么这里的话就是一个下降趋势啊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这个策略它是需要在周线、日线和4小时线3个周期上进行观察啊，且必须有连续2个周期方向一致才能确定趋势啊。那么优先看这个周线加日线啊，其次再看日线加4小时线啊。那么什么叫做一致啊？就是说2个相邻的周期，它的市场结构都指向同一边啊。比如说今天周线是看涨，日线也看涨，那么整体的趋势才看涨啊。也就是2个趋势、2个周期都明确的话，才允许做单啊。否则的话，
有一方它是违背的，或者说有一方是在走震荡的，它都不能算作有效的这个趋势确立啊。有了方向还要有位置啊，那么为此 Alex 引入了第二个核心的概念啊，他把它叫做 AOI 啊，翻译过来应该叫做这个关注区域啊。那么所谓的关注区域啊，说白了它其实就是这个支撑位和阻力位啊，也就是价格反复产生反应的一个区域啊。那么在 Alex 的标准中，什么属于一个合格的关注区域呢？首先第一点就是价格必须至少触碰这个位置3次啊，你像这里1次、2次、3次啊，这是满足第一点啊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区域的宽度必须要在5到60个 pips 之间啊，也就是这个区域啊，这个区域是必须5到60个 pips 之间啊。这里第三点就是只在周线和日线上进行绘制啊。那么周线级别的区域有效期长达5年啊，日线的这个有效期长达2年啊，也就是只有当这个价格进入到绿色的这个关注区域内部时，才允许入场啊。如果你的这个在周线上和日线上都没有找到这个 AOI 关注区域，那么就是绝对不能开仓的啊。好，现在这个方向啊、趋势和位置啊、支撑阻力位都有了啊，那到底什么才是开仓的一个触发信号呢？啊，那么Alex 这里的触发信号是顺势的啊，15分钟顺势的一个结构突破啊，再加上一系列特定的这个 K 线形态啊。那么如图所示啊，列表中被划掉的这些形态是它已经弃用的啊。你像这个蜻蜓、十字星啊、刺头形态、红三边都是不做的啊，包括下面这3个也都去掉了。至于这个止损和止盈啊，也很简单啊。止损的话就是挂在这个 AOI 区域外侧的5到7个 pips 的距离啊，很小啊。然后止盈的话，它是挂在最近的一个结构位啊，比如说这个位置啊，最近的一个结构位的高低点啊。然后是盈亏比，这里啊，它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它这一次机会啊，盈亏比至少要有1比2，否则的话就不做啊。它的目标盈亏比是1比4。那么持仓的过程中呢，就没有这个移动止损啊，也没有平保 break even， 也没有部分的止盈，中途就是不做任何的管理啊，就是止盈和止损一旦挂好了就彻底锁死了啊。这也是为什么它这个策略它要叫做 set and forget 啊，设了就忘的一个原因啊。还有一条规则就是它这个1周啊最多只做1单啊，但是这个条件啊，在我看来其实是多余的啊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有严格执行所有的这个约束这些条件的话，那么前面这总共6个关卡同时满足的概率啊，已经足够低了啊。那么这套策略它天然啊，我们看逻辑就知道它一定是一个低频的啊。这个待会儿我们代码写完，我们回测之后看一下，肯定是这样的啊。至此，整套策略的细节拆解完毕啊，规则明确，完全可以进行量化回测啊。进行到这里还有点小兴奋啊，难道我们真的要踏入全球富豪榜的前10了吗？啊，我已经等不及了啊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打开这个 MT5 的代码编辑器啊，这里我们新建一个源码文件啊，名字就叫做设了就忘啊，够直白啊。这里我们把没用的都删掉。如果你也对量化感兴趣啊，想系统化学习啊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内部课程啊，我们的公开频道也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啊，欢迎订阅收藏啊，慢慢观看。代码这里我尽量搞快一点啊，主线逻辑多讲一下啊，像一些辅助函数我们尽量一笔带过啊，因为它这个代码很长啊，这是个公开的内容啊，我不想把视频的时间都花在这里啊。好，开头的这一大堆呢，这都是一些全局变量，包括一些枚举类型的声明啊。这里就是这个 input 的外部参数啊，这里我们待会儿带入到具体的代码逻辑中再细看吧啊，因为我这里讲的话大家可能也不太容易去理解啊。然后这里就是一些全局的变量啊。好，这是我们 Omni 的方法啊。那么我可以提前说一下，它整个策略大概可以拆成6个步骤啊。那么第一步的话就是识别相邻2个大周期的市场结构的方向啊，这个刚才我们介绍趋势的时候说到过啊。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在日线、周线、4小时线上啊圈出供需区域 AOI 啊。那么为什么还有4小时线啊？原作者 Alex 他是只在日线上和周线上去找的，但是我发现啊，你不带4小时线啊，交易笔数真的太少了，所以我是把4小时线做成了一个开关啊。如果你想用的话你就开，不想用的话就把它关掉啊。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等待价格回到这些 AOI 区域啊，并且原作者 Alex 他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最好是在伦敦和纽约时段交易啊，所以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交易时段的一个过滤啊。第四步就是在15分钟图表上去找这种顺势的结构突破，然后加上这种反转 K 线的形态啊去做单啊。然后第五步就是止损啊、止盈啊以及设定盈亏比啊。然后第6的话就是每周只做1单的一个限制啊，进场之后没有保本，没有移动止损啊，挂上就不管了啊。那么这就是大概的一个顺序啊，包括接下来这个代码的顺序也会按照这个逻辑来进行啊，这样方便大家理解啊。
好，接下来是我们这个 on tick 啊，它每个报价的时候来执行一次啊。当然我们这里不需要每个报价都处理，我们只需要在新 K 的时候进行处理一下啊。那么这里面大概就是一个六个关卡啊，每个关卡都任意一个关卡没有通过的话，那么都是直接 return 出去啊。第一个关卡就是判断是否已经在场内啊，也就是它是否有持仓啊，因为这个 set and forget 这个策略的话，它是没有加仓的啊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，如果本周它的这个交易最高的这个交易笔数已经做满了，那么同样也是不允许继续开仓的啊。然后第三个就是看一看是不是在交易时段啊。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看有没有清晰的方向啊。第五的话就是看有没有可用的这个 AOI 的一个区域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同样也不能做单啊。然后第六个的话就是以上全部都通过的话，我们交给这个 check and trade 这个函数去做最后的这个下单操作啊。那么策略的第一步就是这个定方向啊。那么 Alex 是要求相邻两个大周期方向一致啊。我们这里优先是用这个周线加日线啊。那么其次是用这个日线加4小时线啊。什么叫做方向一致啊？就是两个周期的市场结构都指向同一边啊。就是高点走高且低点走高就是多头啊，高点走低且低点走低就是空头啊。那么这里我是把3个周期都算出来存好啊，然后两的进行一个比较啊。那么谁一致就返回谁啊，如果都不一致，那么就返回这个 unknown 啊，就不知道啊，没有趋势啊，这一单就不做了啊。那么具体方向是怎么算的呢？其实就是找这个 swing 拐点啊，也就是局部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这个 K 线啊。那么这里有个细节，就是 X 它强调只看实体不看影线啊，所以我们是用这个开盘价和收盘价算出这个 body 的这个 high 和 low 啊，然后再看一根 K 线的这个实体是不是它前后这个string length 里面最高的和最低的啊，然后找到拐点以后取最近的2个高点和2个低点啊，然后就可以得到它的多空情况啊。这个做法它比单纯的去看 K 线可能会更贴近价格结构本身啊。这是全部啊，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。方向有了，然后第二步就是圈出等待区域啊，也就是 AOI 啊。那么 AOI 它的本质就是拐点聚类啊，就是价格在同一水平反复出现这个 swing 拐点的话啊，并且它触碰的这个次数够多啊，它的宽度啊上下这个幅度合适的话，那么就认为它是一个供需区啊。那么这里包括我们找到供需区之后呢，我们还要把重叠的一些区域给它合并啊，就是还需要再过滤一遍啊，因为有些区域你是很贴近的，你就可以合成一个区域啊。好，这是找这个 AOI 啊。接下来这几个函数都是找 AOI 的一个辅助函数啊。那么感兴趣的，你可以把视频慢放啊，暂停一下啊。这里我就不再细讲了啊，因为它这个代码真的非常的多啊。好，到此应该 AOI 就结束了。好，那么 AOI 圈好之后呢，我们这个 Alex 他说过啊，最好的这个交易时段是在伦敦和纽约的重叠时段啊，因为那个时间段它的流动性最好，假突破最少啊，所以我们这里就用这个美东时间啊 EST 时间来界定啊。那么按照 Alex 的说法是美东的1点到10点啊，那么我们这里再偏半个小时啊，也就是1点到10点半的话，那么恰好覆盖了伦敦的开盘到纽约的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啊。那么周末的话，我们就是直接跳过啊。那么这一关它就是为了过滤掉亚洲盘的一个杂讯啊。好，我们继续 check and trade 啊。那么方向、区域、时段都满足之后呢，就到了最关键的这个扣扳机的部分啊。那么这一段就是同时检查4个入场条件啊，那么缺一不可啊。那么条件1的话就是这个价格是否回踩进了这个 AOI 区域啊，它找离当前价最近且最顺势的那一个啊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15分钟图表上去找顺势的一个结构突破啊。然后第3个条件就是最后一根完整的 K 线是顺势的反转形态啊，比如说吞没啊，或者晨星啊，或者是木星啊这种日本蜡烛图的这种形态啊。然后第4个就是一个可选的 EMA 的一个共振啊，你比如说它如果你选择的话，那么就是做多时这个价格要在 EMA 的上方啊，那么做空时是 EMA 的下方啊。那么总共4个条件如果都通过的话，我们才去计算这个止损、止盈以及手术啊，然后最后这个发出这个市价单啊。那么上方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过的话，那么都是直接 return 掉啊，安静的等待下一根 K 线啊。好，我们这里再看一个细节啊，就是结构突破啊。那么顺势的话，必须看到结构被打破啊。你做多时就是要求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 higher high 啊，那么做空时的话就是要求最近出现一个新的这个 lower low 啊，并且这个新的拐点是要在最近多少根 K 线内形成的啊。对，这就是一个小的细节啊。好，那么然后除了这个结构突破呢，我们记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，就是确认信号，也就是反转 K 线的一个形态啊。那么 Alex 它原文里可以做的形态一共是10种啊，应该是10种啊。再看一下刚才那个图啊，那么多空的话应该是各5种啊。
但是我这里其实要站在上帝视角提前说一下啊，就是这个策略里面啊，这些形态它做与不做啊，对于这个策略来说，我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啊，就根本不影响结果啊。所以说这个有时候这个日本蜡烛图，你说它真的有用吗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些风控啊，就计算这个 SL 包括 TP， 还有这里的这个具体的手数啊，下单多少啊，这些就无需细讲啊。好，然后最下面这一大坨呢，都是一些限制开仓的啊，因为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，Alex 本人他是说，他每一周啊只限制最多1单啊，而且还要保证我们进场之后啊不能再有重复的加仓单啊，而且进场之后无论盈亏都不能再干预啊，就不加仓、不加保本啊、不移动止损啊，就是纯粹的挂上，都挂上了之后就不管啊，这里就是一些辅助的一个函数啊。好，那么代码环节就到这里啊，其余的就是一些辅助函数啊，真的太多了啊，1000多行啊。我们这里就直接编译一下，进入回测吧。编译没问题的话，就进入回测啊，回测啊。我想这才是更多人关心的啊。好，我们这里选择我们这个设乐就旺啊，这个 EA 啊，然后我们把它挂在黄金上啊。那么对于做趋势来说，黄金都不行的话，那也就别尝试了啊。然后时间的话是2018年至今啊，然后参数的话，我们就先用默认吧啊，然后单笔风控的话是1%啊，最多的每周最多只交易1单啊，然后这个伦敦包括纽约时段的过滤我们先给它开启啊，然后包括这里的这个 EMA 的过滤我们也先给它打开啊，然后最低盈亏比是2啊，目标盈亏比是4啊。好，我们开始跑。好，跑完了啊，我们先看最清晰的吧。然后它这里的这个关键数据是2个啊，一个是这个交易笔数啊46啊，然后是这个胜率啊，22不到啊，10年下来交易笔数连100都不到啊，为什么啊？我倒不奇怪啊。那么首先 Alex 他自己定的规则是每周最多只交易1单啊，那么1年最多下来也就是48单啊，那么这个已经是一个上限了啊，再加上6道关口串联过滤啊，2个大方向要一致啊，价格要回归 AOI 啊，包括这个交易时段，还有这个什么15分钟要有这种 SOS 的这个顺势的结构突破，还要有形态啊，盈亏比还要在1:2以上才走啊。那么同时全都满足的这个概率啊，本身就很低啊，这都不用想的啊。所以只拿到这个46笔交易啊，是完全在预期之内的啊，这就是一个极低频的高盈亏比的策略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把这里的这个1周1笔的这个限制给它去掉啊，我们看会不会挽救一下啊。我们给它设置为0的话，就表示不限制啊。可以看到啊，不限制的话反而更不好了啊。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EMA 啊 ，EMA 这个过滤给它去一下啊，因为这个 EMA 过滤可能会很影响啊。好像稍有好转吧啊，最起码交易笔数是翻了1倍啊，从之前的46笔翻到了107笔啊，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也才107笔交易啊，着实还是太少了啊。怪不得条件这么清晰的策略啊，网上很多人都只是讲这个策略的几个交易机会啊，因为它这个交易频率真的太低了啊。我前面分享的那个傻瓜都能用的实盘策略啊，那个频率，为了手动交易者也能做，它1周也是只做1单啊，就已经很低了啊。但是那个至少1年还有48笔交易呢啊，这个真的太低了。很遗憾啊，折腾几天下来做了这么多工作啊，不仅没能挤进富豪榜前10啊，甚至都不能踏入小康啊。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其实也不是说它的收益啊，而是它的这个胜率啊。Alex 宣称自己在追求1:4盈亏比的同时，还能拿到60%到65%的胜率啊。但是我们回测下来，胜率最好的可能就是一开始的一个默认条件啊，但是也只是22%不到啊，没有一个时刻是能够接近60这个数字的啊。而且不是我一个人回测出来是这个样子啊，我看其他搞量化的啊，回测出来也是胜率22%左右啊，那么交易笔数同样少的可怜啊，几十笔啊。Alex 他在视频中还提到啊，最好的交易月份是1月，1月到3月以及10月到12月啊，但是我们这里能够看到啊，这个数据是不成立的啊，而且如果加上月份的过滤的话，那可真就没有几笔交易能做的了啊。很可惜啊，今天还是不能问鼎首富啊，我们改日吧。跑完这个回测，我想和大家说2点感受啊。第一就是这个策略啊，它融合了市场结构、供需区、时段加形态啊，那么价格行为的各种元素它都有啊。可是市场并不奖励这些东西啊。我是觉得如果你的核心逻辑是对的啊，那么你策略就不需要那么多拐杖啊，少即是多啊。
我看过一些采访啊，这个 Alex 本人说他自己经常爆仓啊，所以我觉得他的交易风格就很像我们之前介绍马丁时说的啊，就是单账户重仓啊，运气好的话赚一波大的啊，就抓紧提现啊，运气不好的话爆仓了，那就当账户止损啊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失败是常态啊，这就是现实啊。你优势的话本身就没有那么常见啊，它不是说我们写一个策略就能成一个啊，那交易也太好做了吧啊。虽然从分享视频的这个角度啊，确实应该尽可能展示好的啊，这个观众才愿意看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直播一样啊，他有些直播 UP， 他即便不好吃啊，但是为了播放量，他也要往好了说啊，因为观众看得舒服啊。但还有类 UP 主就是不想认同这个做法，那不好吃，他就是没有办法表现出很好吃的样子啊。我目前呢是赞同后者啊，而且这是我自己的频道啊，我相信会有一些观众是包容的，是能够接受一个事情是有多面性的。